来，朋友们，大家安安。哎，上来了，上来了，呵呵。安安安安，大家安安哈，大家晚安。好，一百啊，一百啊。100位朋友上来了，来，我们开始了，开始今天的直播了哈。我们哈，我们算是咱这顶人是对台湾的局势一直忧心忡忡嘛，每个人都忧心忡忡，所以我们每天在这边做直播，像呼吁大家了哈。但是呢，我感觉啦，我们一直在孤军奋斗了。那台派的人现在好像什么？这个台派的基础是在扩大嘛，因为我现在不支持统一，就应该叫台派嘛啊。以前有听过高手几趴嘛，然后呢，现在看起来我们台派势力大增了。但其实呢，我们的核心力量在流失。为什么？这个可以发现哦，立功连傅昆萁他敢提案让中国人来选总统，这个代志是不是我一直讲最忌讳的这款代志？最忌讳就是这个事。我们讲说，你让中配来6改4啊，中配下来4年就可以顺利拿到台湾的护照了，然后他就可以一亲一大堆人，那个一生一囝。然后就开始灌输了中国思想，然后有一天，我以前还讲说，有一天是吧？习近平下令让他们投共产党要的那个候选人，我都觉得这个已经很严重了，这洗人口已经很严重。人家修法要直接可以参选总统，共匪可以直接参选总统，然后又有同性恋也可以到台湾入籍啊。那种几个解放军几个男人就娶一些中国的解放军来台湾。按你讲，我跟你讲，这一切的一切都在中共的计算当中。而我们这种人一早就看出他的什么？我们很早就看出他的阴谋诡计了。所以我们一直在呼吁，我甚至不惜冒着什么？你们说我骂赖清德的这样的一个罪名了我一直呼吁赖清德，呼吁到最后。我甚至不惜冒着说我骂赖清德的罪名，你看让我的订阅户从87900了一直在掉。我也说无所谓，因为那我们要做的事情能够推动就好了嘛。只要我们的原则能够做到，我们的理想能做到，我们就同意了。可是你看人家现在直接说提案可以让中国人选总统，这就是统一最直接的进程嘛。统一就是这样来啊。你说让台湾人去同意不太可能，但是如果让中国人来参选总统，他选上了，哇，那我跟你讲，那统一就是势在必行。所以共产党在统一这一块，他已经加紧步伐了加紧步伐。可是台湾人还依然什么？依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当你台湾人不觉得这样买不要紧那对掉啊，所以这样的时候，台湾人就要开始用了又强硬的动作出来了。所以真的各位，上天这个时候让我们台美党出现我真的觉得我们肩上的责任太重了。你看之前没有人敢这么嚣张嘛，让人敢讲我修法中国人来台湾参选总统，
可是因为在你赖清德执政的当下，人家这样做了，不要这样。我就不忌讳了，因为我跟你赖清德讲好了嘛，是吧？你就不要管我嘛，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嘛，让中配6改4让他通过嘛，是吧？我再提名是吧？就中国人可以在台湾参选总统，我一步一步所有有利中国的提案，一步一步再通过，一步一步再完成。而台湾人还说：“哎呦，廖金漳你不才讲啊，你不能批评赖清德哦，赖清德是我们的金孙了，不能这样讲哦，你讲你就是嘛匪谍哦，这是什么？结果呢？结果我在挡我在挡台湾的匪谍，可是赖清德对所有有利中国的提案一样一样放水，一样一样再放水。哦，我只讲我每次讲这个，我心脏都破菜，你知道？我心脏他妈真的是快要起。所以讲了哈，我跟你讲，大家已经没有办法妥协了，大家已经没有办法妥协了。我也一直想说不要去骂赖清德了，毕竟他是我们台湾人的总统嘛哈，这应该是比较安全。我认为台湾的总统应该不会，至少本质上他不可能去亲共嘛。你说这些外省人，我可能对他们有一点疑惑，万一他们亲共怎么办？万一他们要把台湾送给中国怎么办？我们一直在担心这个嘛。可是我们觉得说，如果是赖清德当中的，看到嘛，那台湾人对不？在怎样都是我们台湾人嘛，他应该不至于吧？但是当你发现他在讨好中国、讨好中配、讨好亲中，对吧？他在挺共的时候，然后甚至可以让这种声音出来。傅昆萁提案让中国人参选总统，这个代志可以在台湾的台面上被提出来，这个已经跨了一步，多大的一步啊！我跟你讲，还是没事，赖清德还是没事，因为这可搞不好就是他要做的事嘛，还是不会去什么，不会去杜绝这些东西，一定会去处理。所以我讲中配6改4他会过，很多人讲搞不可能，你看气功没有怎样？从这个氛围上看起来，我所有的怀疑都不是空穴来风。我发现了哈，我们以前怀疑的事情好像一步一步在成真了，所以不要听他说什么哈，拜托你不要听他说什么，你要看他做什么。现代台湾人，民主国家所有的一切东西都是这样，不听他说什么，看他做什么。我也大概都这样讲，话好听的话谁不会说？说什么说两句对台湾好，你台湾人都感动的要死嘛。台湾人这么好骗嘛？中国人想说，共回讲说，台湾人全世界最好骗，全世界最好骗的就是中国人哦，就台湾人哦。你跟他讲2句台湾好了，你就他是我们台湾人了。包括那些那些潜伏在台湾的匪谍，一个一个跳出来了嘛，接着跳出来嘛。可是以前呢？以前他们没有这样明目张胆的亲共之前，各位你们谁有想过他们可能是共匪？但是其实我可以看得懂，我是可以看得懂。可是我讲的时候，我每次讲，很多人都觉得说啊，你又在讲这危言耸听。台湾人说要安居乐业，安居乐业的前提是我们有强大的国防，我们强大的民防，我们人民的内心是坚决反共的，我们有这样一道屏障，那样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安居乐业。安居乐业不是建筑在什么鸵鸟心态，自己把眼睛蒙着就看不到敌人了。台湾现在就是这样啊。目前的台湾对中国就是这个态度，我装没看到啊，那个共匪没那么坏，没关系，我装没看到。然后反正嘛，赖清德这样自己人，我相信他了，我相信他。一看了哪一天他真的跟中国把台湾卖给中国，你也觉得没有关系啊，不会的，一不安内了。很精，他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让你什么？都让你错愕到极点，信不信来讲？傅昆萁有多少案子？之前不是说派了多少检察官？那时候他们讲的派了多大阵容的检察官到花莲要去调查这个因为傅昆萁他真的有很多问题可以查，他所有的案子随便抓一条就可以把他抓起来。但是我们以为傅昆萁这个招回去啊，那大规模的战将、司法战将都进花莲，结果又没事了。傅昆萁现在敢这
唱秋的表示没代志啊，没有代志啊，因为他搞不好跟蔡清德讲好了，那蔡清德不会处理他的事情。就是说，包括马文君又开始挡军购了、哦。奇怪哦，因为我们喊成这样了，难道对他一点警惕作用都没有吗？我们台湾人呢，把马文君骂成这个样子，然后呢，把他底掀成这样，就高中都读未毕业的人啦，将来要专的啦。我跟你讲，他英文字母哦，26个字都学不透的人，他今天在国防外交委员会，然后一直在挡我们的军购，然后你告诉我他是什么个人的意愿？你说这么大的事情，他是个人意愿，你觉得我会信吗？如果不是内乱外患罪，直接抓起来，不管你是不是立法委员身份，立法委员的保护伞不包括内乱外患罪，好不好？就是按理说，今天我们所有从大半年我们在的呼喊到今天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甚至有人刻意又把什么司法这把刀又收回去了。这个司法这个刀如果没有收回去，这些人不敢这么嚣张。我跟你讲，他绝对不敢这么嚣张。所以呢，台湾朋友哈，我们台美党的所有朋友。你支持我台美党的朋友，你就要相信我这句话，有人正在什么偷偷的要卖掉台湾了。加一饼60块，董事谢谢。有人真的在做这个事情。促昆仪修法让中国人来参选台湾总统，这个代志他居然敢提啊！提了没事啊，我怎么不敢提啊？我提了你也不能把我怎样啊？反正你赖清德也不敢动我啊！你赖清德现在想要抢中间票，想要抢蓝票嘛，是不是？他想伊要去学蔡英文那头啦，是吧？台湾人的悲哀啊！明明台派有90几%，不愿意接受中国统治的有90几%，你应该在这90几%里面去扩大你的什么？扩大你的选票嘛，而不是去什么？去讨好那极端少数的什么？极端少数的统派嘛。赖清德就这样，因为喜欢投降人都这样哈。那个软弱人永远第一件事想到，我投降看看哦，我导航可能嘛不坏哦。这个我跟你讲哈，所以我觉得我这段时间一直感觉不对劲，我拼了我们的犯大家的大不会，去什么？去监督赖清德。我越来越觉得我这条路是走对了，因为一路行路偏，你听到没？越走越偏，这个绝对不是偶然。如果你告诉我这是什么，这是他的什么，我绝对不相信，我绝对不相信，有可能有一个强大的后面的集团在运作，是不是？就以前我们讲的说，他们蓝绿共同的幕后的金主都是同一批人，都是什么红统派的，这个越觉得有道理啊！我行了，你为什么？赖清德为什么不去扩大绿营的票，扩大这些不愿意被中国统治的这90几%的票？这90几%你才拿40%，你还有50几%的空间可以扩大，你不去扩大这个，你去想要去要那个什么红统票，那个才10%不到各位合理吗？就从最简单的什么一个选战的策略来讲，我都觉得不合理了。我就不跟你讲什么爱国情操，你也没有这个东西啦，对吧？李赖清德你也没有什么爱国情操，我也不跟你提这个啦。我跟你讲，就从你的选战来考量，你都不应该走这一条路了，对吧？因为不管的话，尤其现在哦，我们台派跟自然军的合作，这个外面在烧起来了，就是说很多还反共的蓝军已经开始找到什么？找到他的投注点，他的精神上的投注点，就是我们护国党或者台美党，因为这个才是他们最终需要的。以前他说：“哎呦，我的国民党都不好。”但是至少人家朱立伦以前在台面上，他假装他反共嘛。朱立伦从来不敢说他不反共，直到什么？直到郑丽文开始全面亲共之后，整个红统化之后，其实这些蓝军还反共蓝军，他是什么？他是不知所措的嘛。你叫我
闭眼睛投给共产党，他打死都不愿意。可是他投给民进党，他也不愿意嘛。那现在开始，你可以投给我们，未来可以投给我们台美党嘛，甚至投给护国党。也就是说，这个代志是开始有路可走了，各位，它是有路可走的一件事，不是以前那样子嘛，含泪投票的时代，含泪投票时代过了，绿营台独被出卖的台独们，你被出卖了，因为你的台独链被人家出卖了，人家直接把你们台独党纲给剔除掉。那个台监前途决议文本来要拥抱台独，拥抱台湾国，现在拥抱中华民国的民进党执政党，我跟各位讲，这些被抛弃的台独，他们也是含泪在投票。可是有一天，因为我跟你讲，最近台独的找我真的非常多，台独人开始觉得说，我们这条路比什么？至少我的验章不会骗人，我的验章虽然怎么样，但是我讲每一件都是事实，我的论述都是事实，所以这些被民进党骗个公公谁进党，他终于慢慢在清醒，他终于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台美党。因为我讲啦，老牌的台独都素质都很高啦，老牌台独跟美国的交往那是最深刻的啦，老牌台独跟美日交往是最深刻，所以我们提出这一点，我跟你讲，比证明制宪还对他们还有吸引力的。但台湾证明制宪，我也没有觉得不好哦。如果你能做到，我 OK 啊，我 OK 啊。因为如果要加入美国联邦，用台湾国证明制宪后，台湾国加入美国的一州的话，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路啊。所以呢，让台湾讲哈，我们台湾这个台派这些人不用互相不用杀的嘛，就血光见影的，不用这样子，因为你的主张我同意啊。你台湾国你也不用来骂我啊，对吧？你能够完成，你能够真的证明制宪，我支持啊，我有什么不能支持的？我干嘛不支持？是吧？只不过是我想的比你们多而已啊，所以不要为了自己一亩三分地来打压我，是没道理的行不行？好，加云60块抖内，谢谢嘛还有这位 KSP 加入会员4个月赖连一个叛国罪都办不了吗？对啊，这里我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啊，因为他办不了，所以给了敌人很大的鼓舞。现在敌人已经敢跟你正面对刚了，就是什么？对吧？傅崐萁敢提出这个大逆不道的事情，这个不叫大逆不道，这叫什么？各位，按底下个打上了习近平直接送过去就好了嘛，还要什么？什么中国人可以来选台湾总统，这个已经什么？超越底线了，觉得叛国罪来办合情合理的。但是我跟你讲，他吃定了你赖清德，他吃定你蔡清德，你不会办他，就是因为你这样说你不会办他，他才敢这样嚣张嘛。我跟你讲，没有一个人不怕司法了，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不怕司法了。我就跟各位讲，大家都是体面人啊，体面人可以关在监狱里面，那个是最是吧？最把你尊严践踏到底了。所以我跟你讲，正常人是真的都怕被关，没有一个人不怕被关的。你说哎呦，他有多权利在监狱里面可以过得这样，不会有代志的。在监狱里面怎么样，他都是在关在里面的。所以被关这件事情对任何一个人啊，他都是一个警觉，一个警惕，他都不会愿意这样做。也就是说，你如果用这个用司法来处理这件事情，绝对是有效的。可惜看得出来我哪会处理这些代志，赖清德并没有要处理。我还以为那个大罢免的时候，他已经什么？他已经硬起来了，你知道吗？结果没有，因为软弱人就是这样，软弱人大罢免的时候不敢用力嘛，不敢用力呢，那个什么普发1万块，他又不敢支持嘛，他在投票前跟你讲说，哎，我1万块，我们不发1万块，来1万块，我们另外有用嘛，这个就等于在投降的战略，那时候他就在投降了，结果大罢免之后，他又把1万块发了出去，跪了2次嘛，他向他的敌人跪2次嘛。现在开始遇到敌人他就下跪，遇到敌人就下跪。中配6改是让他过了嘛，让他过嘛。然后现在傅崐萁也在中国人可以参选台湾总统了。这个大姐我跟你讲，如果这个不要说过了，
傅昆萁这样才提出来，美国都不会放过你了。我告诉你，赖清德，我真的要跟你讲有些事情，这样下去连美国都不会放过你，台湾人也不会放过你了。你是要想好嘛？你太离谱了。所以现在我跟你讲，如果我们这边还有人在支持他，真的，请你提早离开我这里，好不好？如果你这个都听不懂，我已经话讲那么白了，好吧？你都听不懂，那你也没有理由留在我这里，因为既然听不就赶快嘛，你也难受，我也难受嘛，是不是？你一口气把我降到3万，降到5万，我都愿意啦。啊，不要妈的，用那钝刀你给你留啊，哦，刚可退个200-300亿，再退200，哦，直接留啊，讲赶快，你知道吗？是不是啊？但是我是不会妥协的。你刀子再怎样钝，再怎样留，我跟你讲，我都不会妥协，因为这是我们台湾唯一的方向，唯一正确的道路。当你觉得共产党会不知道说国民党就往卡小已经不可能执政了吗？你觉得共产党会看不出来吗？是吧？因为台湾90%几是不愿意被中国统治嘛，这个前提下国民党是不可能再执政的，除非他们有比如他们的真的台派的还反共的台派的这些国民党员站起来嘛，丁瑜他们这些人起来的话，也许可以改变什么，有机会改变国民党的那个执政的方向的话，也许才有可能。以现在这种方式啊，越来越红嘛。郑丽文去美国讲那些话，其实郑丽文到美国讲的这些话，其实就表示什么？他觉得他可以选2028，因为他觉得说，我郑丽文以前是个阳春党主席，但是我跟郑习会之后，我就是有一个一定的高度，我就是一个什么，跟中国14亿人的领导者，我们曾经平起平坐的座谈，所以呢，我郑丽文是国民党里面少数什么有高度的党主席，所以他是可以代表国民党出来选总统的。这样一开始新闻，因为郑丽文是一个天蝎座，他是个自己给自己打气而已。其实这个事情从来只要是跟中共的匪酋直接对谈的话，那一年他的选举已经大败了。因为你跟郑习会的话，所以你的选举会大败，何况你出来选总统更完全不可能嘛。也就是说，他这个人明明曾经是民进党啊，曾经是民进党的战将啊，现在变成中国跟国蓝营，现在变成红色，然后他觉得他这样可以选到总统，这个都不是你表面上看的这个东西，他们其实比你更清楚，红化之后就没有机会了。但是他只要讨好习近平，他就会无限的什么无限的利益。但是有可能现在中共已经没有钱了，已经没有办法给你这么多利益了。但是现在还去投共的是什么？最愚蠢的人了，好不好？好 ，MyTube 150块抖音，谢谢，感谢。对啊，其实对郑丽文我们还是要给他鼓励哈，他出来当国民党主席的时候，我们在竞选的时候我们就鼓励他了，我们就非常看好他，鼓励他了哈。而且我现在先跟你讲哦，他如果来选2028，那赖清德就保送赖清德了。不过赖清德也很清楚了，所以赖清德现在很清楚了，他重要的敌人也不在党外了，党外可能现在党外应该谁都抢不过了，但是他最大的问题在党内了。党内真的有一股势力，党内有一股势力是对你赖清德非常不满的，包括我们台独的人，台独基本告你真的不要台独基本教育派这些人的票了吗？你真的不要台美党这些人的票了吗？这些人对你的所有的行为是非常不满意的，哈。艳福已加入会员9个月，好不好？请问廖主席，如果赖威廉真的偷偷摸摸在卖台，这件事属实的话，那他还有2年，甚至还有6年充足的时间，让一个又一个投降法通过。那台美党现在才刚刚诞生而已，以后能不能快速壮大，还犹未可知。会不会等到台美党已经成气候的时候，台湾已经被明目张胆叫偷偷摸摸的卖到大势已去无可挽回？台美党有足够的时间力挽狂澜吗？你这句话我嘛不知了，我跟你讲，我比你还急，我知道你很急，你问我这个话表示你很急，我也很急，
那我问你，我除了现在这样做，我还有别的办法吗？我除了我已经换了我们最大的大不会去骂，甚至我就可以说是骂赖清德。我骂赖清德等于得罪所有台派我赖清德粉还是很多的我得罪赖清德粉，我自己你知道，我这个频道有一点什么？有这个频道有一点，因为我在骂赖清德有点什么？我的频道已经开始降了这么多了，你到今天才500多人，现在才500多人在看了，每一集现在这5、6千、6、7千人在看了呀。以前哪一集没有超过1、2万？我也受伤惨重，各位，我也受伤惨重。当然，我也一直在想那敢跌，我这样做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我是不会改变的，因为我觉得我这样做才对。台湾没有人，如果没有人再出来检讨这件事情蓝绿恶斗下，蓝的人骂赖清德，我从来都不看蓝人，蓝人骂赖清德，我也不相信。我觉得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狗屁倒灶，你们这些本身就红化人，你骂赖清德，我怎么听得进去？可是我们台派的台美党这个声音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声音，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声音。所以我觉得我一定不能因为个人的利益得失而去妥协。监督他总没错吧？是吧？我监督赖清德总没错吧？不是我们监督错不错，是我们的声量还太少。如果我们的声量真的够大的话，赖清德他会听你的，一起积累这样。他是一个失败主义者，赖清德是个绝对失败主义者，所以谁的声音大他就听谁的。我们现在是不够大，声音不够大，所以他还刻意忽视你嘛。其实我们声音够大，他也会听你的。我跟你讲，一开管龙才像就是这个样子。老宅做惯系老宅就是喜欢演的，好不好？跟你 PC 170块短，谢谢。那昨天看赖清德对 G6 的发文，自己却对破坏台湾人的中华民国情报看得很反感，对吧？讲有什么东西？他那是场面话，谁不会讲？我们这种人啦，我们这种你知道说服我很简单，你实际做一点事情，我就看懂了。你若跟他用一个嘴讲脸消话，我比你较好练了。我跟你讲，就讲那场面话，谁不会？场面话谁不会？是不是？对啊，这跟你批，你说的没错啊，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真的，我实在是，我每天都在检讨我自己啊，我这样做对不对？我这样做对不对？我现在觉得对不对都要干了。对不对都要冲了，再不冲不行，因为这口人不知道到底会怎么样，我都不知道。居然在你民进党执政18年后，执政已经执政18年了，你不能再说那以前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国民党留再多的坏东西，你早就该改革掉，因为要不然我选你干什么？你什么都推给国民党，那我现在让国民党执政就好，我要你来干什么？要你来执政就是应该该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去怎么心力除弊嘛？除弊你没本事了，心力你更没本事了。我就跟你讲了啊，是吧？你至少心力这块做得好嘛，是吧？因为我跟你讲就简单了啊，你可以告诉台湾100年崛起的怎么，所有台湾100年崛起蓝图我都给你画得好好的嘛，对不对？因为每天都有新的消息嘛，而且每天都在强化台积电的做功能嘛。我不是跟你讲吗？马斯克广告，马斯克我说马斯克真的很厉害，我这个马斯克确实你要想，你把这个弄懂，这种发现这个人真是神人中的神人，但是他还是败在一个点，叫做没有晶片，对不对？陈立友最近来台湾跟台积电密会4个小时，为什么？他最后决定。他要把高阶晶片还是下给台积电做，英特尔也做晶片，结果他跟什么三星一样哦，他跟三星一样把晶片订单高阶晶片还是下订单给台积电做，因为哇，真的不要多啊，我们真的自己没有办法做了，所以马斯克你是不是个笑话啊？你的什么？你要做什么可以抽烟的无尘室，可以抽烟的车间？你说要跟什么？跟英特尔合作？英特尔先投降啊！英特尔已经决定把这些东西丢给台湾做，你马斯克跟他合作个屁呀！所以马斯克的败笔开始显现了哈。主要你身上有马斯克的股票人，我认为这段时间你先放掉，会安全一点。我认为啦哈，他在晶片这一块他应该过不了关。如果他晶片过不了关，他所有的9大公司那个宏大的蓝图，大概都做不了。
对吧？他没办法嘛，他跟台积电谈不来嘛，所以他只有去找三星，三星不行，甚至他说，哎呀，三星的良率哦，像三星的良率是个谜啊，没有人知道三星到底良率多少，所以不敢走，一个找英特尔，结果英特尔的股票因此大涨，涨3-4倍，英特尔股票涨了3-4倍，结果发现陈立武不是刚来台湾吗？前几天刚来台湾，跟台积电密会4个小时，也决定了一件事。我看了我这个高阶晶片喜欢1点几就是1把就我还是跟你台积电做好了。我讲那么多真没用啊，对不对？这些都是在强化我们台湾的国际的霸权啊。结果我们遇到一个软弱无能、弱投降主义，天天一天到晚早上起来就想要跟谁下跪的那样的总统啊，把台湾带到今天这样，本来是可以真正百年腾飞的。我讲这个百年腾飞的事情，好像我的喊口号。如果我没有很强大的决心，我没有很强大的什么我根本不会喊这个的，好不好？好给你又回来了是吧？好给这个福建这位先生他加入他时代会员，他不知道为什么他曾经本来他不是给我们送了我们50位那个50个会员啊，然后他很久没有看到他了嘛。我在翠遇到他，我在企业店遇到他，我就问他你怎么没有出现？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被封锁了。我不知道我们那个什么，我们班手有人去封锁他，应该不会啦，因为他一直是我们最坚贞的支持者啊。我记得 Hogan 怎么可能我们被封杀？他这个应该是另外用一个账号进来了。所以你看你看我们的什么？我们的管理员不可能无缘无故去踢这种我们自己的人，可是他真的进不来，所以他现在是用另外一个名字进来的。你就知道说，我们这样的人，在共产党势力之下，我们要经过多少的磨练他什么地方都可以偷偷的给你搞一下，对不对？对吧？前两天我们那个居民老师说要来我家来帮我调什么，我说不用调，我这个是无线网络，我这个是行动网络。他说他们都觉得说应该不是被共产党搞的，应该是你的网络有问题了。我说电脑这个应该是这样啦。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有我的网络真的有问题的话，它就一直会有问题。今天不是很顺吗？连续不是几天都很顺吗？是吧？电子业没有情绪，电脑的东西没有情绪，可以用就是可以用，不能用就是不能用，不会说我今天可以用，今天明天不能用，它要不是人有情绪。所以我一直坚定的认为，我那个是被什么？被 YT 刻意给我什么？给我限流，给我搞的。没有看你们信不信都无所谓了，我也不是要跟你不是跟你们求饶嘛，跟你们什么？跟你们诉苦，我不是个不诉苦的人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事情既然是这样，我们还是你打压我也是这样做；你不打压我也是这样做。你觉得那个廖金漳会妥协吗？他奶奶我在中国都没妥协了，我喝了4次茶我都没妥协了。为了妥协，我在中国第一次喝茶的时候，2000年之前我就喝过茶了。18年吧，那个时候才恐怖，那时候不是喝茶而已，你知道，是把我那个微信给封了。各位，我那个时候所有客人都透过那个微信来叫货的，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影响多大吗？很多中国客人讲说，你一个台湾人在我们这边做生意，你为什么会被封号？你搞什么政治？最后我还一个一个打电话去重新用一个号加他们之后，一个一个该衰呢。共产党会搞死你了！我跟你讲，因为一开始我不知道，没想到会被封号嘛。其实如果我们一般交朋友，像我这赖这个交朋友，这个无所谓，你把我封了就封了，我重新再来，但没关系。我那个是业务用的号，把我的业务用的号给封掉，你知道影响多大吗？我根本不在乎他来喝茶不喝茶，他妈的，因为对我他还是客气的。后街那个国宝对我是客气的他不敢叫我去警察局喝茶，他是来我们公司一个来5人的但是他对我还是客气的，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哪里是被你打压2下就投降的人？你真的是看错人了，对吧？我不是那样的人所以你用这一招打我是没用的。
每次做节目做到上火呢，我一天要喝好几杯水。我一天这样的水了，我这样水一天喝两壶了。一定我早告你很会喝水，我也不喝饮料，我也不喝什么，我不喝酒，不喝饮料。我在家里我也不喝咖啡，咖啡是外面才喝的。我就是这样，我一天就白水哦，我就喝白水，白开水，我一天可以喝2壶啊。KSP 100块短信，谢谢。好不好？台湾变南韩，唉，让我们继续打拼了，好不好 ？KSP， 我知道你是个非常爱国的人，你在脆上帮我转发，你是转发最多的。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本人是谁了，我一直没有问你了。你应该是你应该是我们党里面的朋友吧？我在想你是不是已约？我一直怀疑你是已约，不管了哈，不管你是谁了哈。KSP 是我们最忠实的党员跟朋友，他到处帮我们转发嘛。我知道这种个性人跟我们一样，就是什么以台湾的什么以国家安全为己任嘛。我们把这个国家的安危、各国的发展当做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这一代人要把它做好。这个积极个性的人 ，KSP 是积极的人，他跟我很像啊。虽然我一直没有问他你实际是哪一位啦，但是我对这些朋友都是非常感念的哈，非常感念的哈。听好，170块等于谢谢。台湾是不是有欧洲化趋势？欧洲一堆穆斯林，台湾一堆中共人民，最后台湾人民变2等公民。支持台美党论述，台美党加油，就是按照我这个反路啊，所以我才说你们这些左派的民进党哦，我根本就不会对你留容情了。我就跟你讲，我们要的是右派的台美党，台派一定要开始往右，不能再左了，再左下去你会什么？会像美国这样？你看了哈，拜登捅了多大的篓子？拜登让所谓的非法移民，那个时候我很多中国朋友都走线了哈，你们知道走线嘛？从中南美洲，然后飞到中南美洲，然后走进去嘛，透过美墨边境进到中国嘛，进到美国嘛。拜登的时候就让这些人一个一个合法化，因为他知道对他们好，未来他们有选票的话就会投给民主党嘛。他们在搞这个东西嘛，可是造成美国太多的社会负担。美国就大社会美国社会福利，所以中国也这样啊。中国也让很多明明是白领，然后要把他们的父母带到美国去吃福利嘛。但是这些东西在拜登时代都是接受的啊，什么人来我都接受嘛。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你们就会投给我。他们在养大民主党的票仓嘛。难道我问你啊，川普不知道？他阻挡在美墨边境盖墙之后，难道他不知道这样对他的选票有那个吗？有伤害吗？我就问你啊，川普的幕僚不知道说，哎呦，你很火，你美墨边境盖墙，然后不让这些人进来，这些本来可以进来，现在不能进来，你还把人家遣送回去，这些人会投反对你的票啊。如果纯粹以投票的利益来讲，川普好笨，很笨，对不对？但是如果以国家千秋大业来讲，所以我认为川普是个一代伟人，真的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男人，一个人只手改变这个世界。我他妈的太崇拜这种人，我就觉得如果我能够做到这样的人，我真的是人生就够了，你知道吗？人生就够了。所以说这个就是吧，当你从政到底是为国还是为自己，未来你的高度就会不一样。我发现赖清德根本没有为这个国家，我就2年多来，赖清德到底做了什么事？你们的支持者，你们今天又会退很多人了，因为我今天又开始骂他了嘛。我就问他嘛，问他姐，你拿一个东西来说服我，你不要跟我对干，你告诉我赖清德做哪件事情我没有发现的，是不是？他什么都没做，空手，然后呢拥抱的敌人，然后他要帮中国的恢复经济，你算他妈个屁呀！你如果去跟中国去帮中国做好他的经济啊，我台北党第一个骂了倒你的台，好不好？对吧？这位朋友讲的没错啊。网络没有这个一天卡一天不卡了，要卡就一直卡，要么就不卡，不卡就不会卡，不会突然就卡，突然就不卡，
对吧？况且今天是这个今天下雨啊，阴天啊，我这个是什么行动网卡，这下雨天是不是应该网络更差？今天应该要卡得一塌糊涂的，今天没卡，大晴天的时候再卡。所以说我们要搞清楚，不要自欺欺人啦。没有关系的，你要搞我不会被你妥协的，我不会跟你妥协，你这一点你放心好了。你继续搞我没关系。对啊，昨天是6·4·37周年，中国人民最穷的年代。中国现在为什么会惨？我跟你讲，曾经发过财的人，你突然要让他回归那个贫穷，他的第一个想法是掀了这一摊，把这个摊掀过来。因为我跟你讲，我在中国27年，我太清楚了。那段时间潮汕那些人哦，福建这点人，潮汕那些人真的赚了很多钱。我跟你讲，他们最敢冲嘛。这点人家，我以前的客户都是什么？都是什么模具配件店、机械厂、大批发商。因为我做过，我是做黑手洗手粉、洗手粉的，不是洗手粉那个。大家说，那是人消啊最。我跟你讲哦，台湾的一个机车行可能买2箱用1年，对不对？因为你做这是不让我消了，我还跟你讲，我潮汕一个客人一个叫6000箱。你有知道中国市场大起来是你为什么台湾人会上心去中国？因为那个时候市场真的够大，大到那个本来看起来很小的东西，那个量都可以撑到无穷大。但是那个是那个时代，现在没有啊。我那以前一个月可以卖十几万箱啊。现在我问我那个，因为我前女友他嘛，我现在把工厂留给前女友他做嘛。一个讲经过做他备清了，经过6000到备，现在稍微好一点点。本来大概6000箱，现在大概有8000箱啊。你想想看，10几万箱到8000箱，所以说你说那你怎么对那么好，还给你前女友？我说还好啦，我要留在中国我也做不下去了啊，因为生意实在太差。因为我们是请工人做的嘛，他们生意不错，她跟她老公两个人亲手动手做嘛，所以他们可以活下来。我留在中国我也活不下来啊！以现在这种环境还要请工人，我根本做不下去，好不好？所以说你就说，中国的行李到现在这个阶段了，你赖清德还在选择要跟中共和解，是完全没道理的哈。除了你的政治立场之外，我不觉得你现在有理由去跟中国和解了。我们以前外销40几、43到45是卖给中国了，那个时候蔡英文都没有下跪哦。现在我们已经降到现在10几。我们外销10%已经卖到中国，而且一直在减少，因为电子5哥没有完全撤出来嘛，所以我们是卖原料、卖零件去给中国的台商厂做成成品，做成手机啊，做成 notebook 啊，做成笔记本啊，做成 PC 啊，卖到什么？卖到国外了嘛。所以呢，根本台湾现在完全可以在经济上可以完全摆脱中国了。你赖清德现在对中国的这个态度是完全没道理的。如果这是有道理的，蔡英文早就该下跪了。蔡英文当时就应该跟中国下跪，因为当时台湾有40几是卖到中国的，那个时候才是台湾真正摆脱不了中国的时候。现在明明已经摆脱了中国，而且摆脱中国之后，我们的股票冲到什么4万几点嘛？我请问赖清德，你还有哪个理由现在要去舔共？你告诉我，你能说服我？我从此不骂你。请问我问你啊，你今天到底为什么这样做？我们经济上已经摆脱中国了，你还有什么不能摆脱中国的？其实当时最怕的是这样，像韩国这样，摆脱中国，韩国到今天李在明都不敢摆脱中国，他只摆脱中国他就垮掉了。韩国多么羡慕台湾人，你们摆脱了中国之后，你们经济是腾飞，不是跌下去嘛？这个简直叫什么？人类的奇迹呀！而在奇迹之下，有人要把台湾往回带去跟中国下跪，那个叫赖清德。我就问各位，你愿意吗？你愿意吗？那请你继续下去哦，我不知道你到底
存心在哪里了？习近平在打王岐山的人，我不知道哎，最近没有注意看。王岐山早就被打完了，还有王岐山，那海航早就被瓜分掉了。王岐山的资产都在海航了，海航垮掉，早就垮掉，他早就被充公完了。他现在还要打王岐山，王岐山有人吗？现在还有人吗？我一个兄弟，他老婆就是王岐山的人啊。他们说早就退掉了。这一群人公检法这些人早就退掉，我已经讲过了。他们当年这一批人在各地查贪官的时候，他们那个组啊，10几个人全部死光了，只剩下我兄弟他老婆没死啊，因为他吓到赶快出来嘛。你去查人家贪官也会暗杀你啊，你不知道这个事啊？你们都不知道这些东西，我们见过太多了，好不好？他老婆，我的兄弟老婆，我跟他很熟啊，是吧？他们就是公检法当年王岐山手下那一把剑，到处去查人家的那官员的贪渎嘛，所以人家一个一个，他说他们都不敢在外面吃饭了，在外面吃饭哦，人家你一不小心要走过去，指甲里面一点点氰化钾，一抠一下去，你的菜你就死掉了，那天你就死掉了。这个是真的事实哈，真的事实。所以我不知道他现在还打王岐山干嘛？王岐山现在已经没有能量了，你知道？他的公检法早就被换下来嘛，就他的势力在海航都被拿掉，所以王岐山现在其实单超一格啦，没什么能量了啦，好不好？对啊，我现在都是外销美国就告诉你啊，你为什么美国没有去帮韩国？为什么美国帮台湾？为什么？因为台湾比韩国重要1万倍嘛。美国是可以放弃韩国的哦，我跟各位讲哦，因为韩国的后面有一个谁？有个日本嘛，哪怕你韩国倒戈了，我跟你讲啊，第一岛链依然完整啊，所以美国并没有太在乎韩国。可是美国对台湾是必须要在乎，因为如果台湾这一块投降中国的话，整个第一岛链是破掉的。你从什么？从日本来到菲律宾这一大块是一片空白啊，然后呢，让中共的潜艇、让中共的船可以安全的出到太平洋嘛，它的什么？它潜水艇过了台湾就直接潜到深海里面，你就再也抓不到它了嘛。所以台湾的重要性是对美国来讲是不可能放弃的，就说军事就好了。第一岛链是美国是不能放弃台湾的，放弃台湾，他自己美国跟日本都危险的。那中国那个核潜艇啊，出到台湾之后直接潜到最深的海底啊，然后就从海底潜到偷偷跑到太平洋的对岸去啊，跑到日本的什么？日本的后方去啊，这对日本跟美国都是个极大的商业上、国防上的不确认、不确定嘛，所以人家是不怎么样都要保护你台湾嘛。可是有你台湾自己人如果在美国、日本甚至北约强力的保护之下，你台湾人自己再强大起来，自己自己再发展起来，这个世界就完美了嘛，就可以彻底把什么中国关进真正的铁幕嘛。而这样的情况，美国才会说让你台湾啊全部卖到美国嘛。其实安呢，你台湾才享受这么大的福利，好不好？无你凭什么4万几点？你慢慢测死啦！你台湾卖中国，你敢卖有到4万几点？你在卖中国时，你的股票的股市有多少？是不是？那个时候他妈的1万点都已经快扛不过去了，4万点，是不是？这么简单啊！台湾每个月大概有100万片啊，12寸的，大概100万片的12寸的晶圆，是100万片，一个月台湾一个月100万片，你想想看，这些都是卖到美国去啊，恐怖！美国的市场竟然大到可以把这个东西全部吃掉，而且远远不够他用。你这东西卖到中国，卖给谁？卖给哪个鬼啊？是不是？有这么好的一个对跟美国交往的机会，有这么一个掌握世界科技人类科技的维度要什么？要进入另外一个维度，是台湾只靠台湾呢，没有台湾是没有不可能啊。所以台湾这个掌握世界的什么咽喉，科技咽喉，全世界的咽喉没有第二家。这样的条件之下，你一个总统，你直接主逼一下，你在自卑什么啊？赖清德，我们这么强大的国家，你这么自卑什么？因为骨子里就自卑，你知道吗？那个天秤座骨子里就是自卑的，真的没办法。你做总统，你嘛是那个鬼样子，你知道吗？
害怕、胆小、软弱，一有空就投降，习惯下跪的人。对啊，Starlink跟我晒好，这为什么美国要挺台湾呢？他不能不挺你啊！我们的论述，明基老师最近也在讲这个啦。我讲了这些东西，其实我讲很久了嘛。美国怎么可能放弃你台湾这个晶片？怎么发现你低导链跟晶片这个是美国真的他心头最大的什么？最大的痛，他不可能放弃台湾的。他放弃台湾，从低导链或是从晶片开始，美国都会亡国。我跟你讲。它很简单啊，他就把你台湾纳入51州啊，大家都安全啊，事情就解决了啊，事情就解决了，这有什么困难？美国为什么不做？他没有什么做不做，他一定会做了，只不过是嘛，他要把中国压制的更低。美国我说过，美中只有一个问题，就是贸易问题。美中把贸易问题拿掉之后，美中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所以美国跟中国现在只是贸易的，用中国流血输出，卖了很多家电、家常用品的家庭用品。用便宜的东西卖到美国，然后让美国的物价啦通膨不要那么高。美国总统最在乎就是股票跟通膨嘛，这一点中国有办法，没有关系，我流血给你啊，我小哈利啊，爱哈利，让你的国家不要那么通膨那么严重。美国就是要中国这一点而已嘛，所以在这个之下说还没有关系，台湾你再缓一点，再慢一点。所以我美国没有可能直接跟你讲，台湾你可以当我的51州，不可能。因为我在中国还有一些利益，但是什么？联合国宪章第几条忘了？我上次讲，我们是从一个战败国分裂出来的土地，本来就必须要经过一个什么地方政府的治理，而什么？我们没有地方政府，我们是什么？麦克阿瑟总令1号交给中华民国代管，但是当时只签2年。到今天几年了？因为你台湾人没有要求要驱逐国民党嘛。当时国民党在接收台湾的时候，他还接收了哪里？他还接收越南北部北越嘞。各位，国民党当然是接收中国大陆、台湾跟北越哦。结果接收北越之后，国民党还是那套贪污啦那个什么压榨本地人民啊，所以呢，越南人才联合谁？联合法国军队把国民党赶走嘛，国民党到哪里都是妈的狗屁叨叨啦，所以人家把他赶走了，否则我跟你讲，否则北越到今天还在国民党的荼毒之下，国民党的什么强权集权统治，但是台湾呢？台湾他蒋介石很厉害，还没有来台湾之前先杀一波嘛，叫做228嘛，228把台湾人所有的有血性的、有读书的全部杀光了，所以那个时候台湾人只会跟儿女讲说，不要管政治，不要去参手政治，我们做一个普通人就好。就惊掉，有给我惊掉。现在我们还怕什么啊？这一代我们祖先的深仇大恨，你们都不想报吗？我是很想报啦，我是不报，我这辈子西巴我们完溃了，我没有把你国民党给拉下台，我跟你讲，我这一辈子死不瞑目了。这个是咱台湾啦，咱台湾的祖弟，台湾的子孙为了你的祖先的一点面子，一点什么仇恨，必须要站出来。那没你用笑死啦！如果你台湾人到今天还在投票给国民党，那我跟你讲了，你死了都没有脸去见你的祖先啦。尤其是你家有那个知识分子被国民党什么手被个插铁丝给刮咧推到基隆港那些人。我第一任老婆就基隆人了，是基隆港口那边的人，什么时候那里的人，我顶人寡混国民党你知道，因为这些东西他都看在眼里，他一直在做那个什么船上补给了，轮船了里边人爱补给的物件嘛，所以我有时候跟你讲，我们的长辈给我们传承下来的，跟国民党是势不两立的，你怎么会现在不但妥协了国民党，还妥协了共匪啊？你还想把台湾他妈跟共匪统一啊？如果这样的话，我跟你讲了，赖清德我一定把你拉下来。我告诉你，拉下你呢很容易。我跟你讲，赖清德你要搞清楚这件事情。赖清德你要搞清楚，这件事情很容易，因为什么？因为我不是用其他政党来，我用民进党里面的什么，比如说陈其迈，比如说什么
萧美琴这些人啊，这些人看你这样软弱的个性，他们也看不下去了。所以我跟你讲啦，我非常同意啦，非常同意小英现在开始活跃嘛。我小英第一次跟古立言两个去爬山，我是不是讲了？这个一定有问题嘛？怎么可能一个卸任的总统去跟古立言台湾总督在那边两个人眉来眼去，怎么会是偶然呢？你你有没有看拜托哈？所以说蔡英文一定有这种动作，他越来越活跃，是因为他越来越看不起你赖清德了。全世界没人看你有啦，我不骗赖清德，没有人看得起你了。川普也看不起你，高市长也看不起你，蔡英文也看不起你，否则蔡英文不敢这个时候站出来啊。人就是这样，其实人跟人之间有个强弱指标，谁会听谁的，就是谁比较强，比较弱那个人就会听强。奇怪是不，这是本性，你讲，就是因为你赖清德什么都不敢做，然后呢什么都躲到后面去，所以你的所有敌人就会出来。所以敌人说哦，打那个赖清德怕不还手的，打不还手的啦，所以所有人都站出来了。我跟你讲啊，川普不会那么，川普如果他们的总统应该是最被川普尊重的。理论上讲啊，川普应该尊重台湾总统比尊重高市长还要尊重，因为台湾现在对美国的重要性比日本还要重很多。可是你看人家一上飞机就赶快跟高市长该事情，哎，我知啦，你跟中国关系不好啦啊！我去中国其实是怎样啦？我要跟你解释清楚，我怕我的盟国对我怀疑啊。川普怕高市长怀疑他，你是不是亲共啦？第一件时间赶快打电话给蔡市长，他有没有管你赖清德？跟你那个 the person that run Taiwan 那个在台湾运作那个男人，那个人叶名都不爱讲了，这是极度的轻视，极度的鄙视产生的。当你让所有人都看不起你的时候，你还有一条路走，就是让自己强大起来。你冲到最前面去，冲到第一岛链最前面去，冲到高市长的前面去，反共这一块你可以冲到最前面去。很多人说，哎呦，我担心什么台商，我跟你讲啦，台商不用你担心啦，台商每个人都精的跟鬼一样啊，你也不用去担心他啦。台商现在没有回来，那个都是回不来的人啦。回不来的人才没有回来，还有选择人都已经回来了，好吗？所以你根本就不用考虑说台商，哎，我对中国强硬会影响台商，你根本不用。他们到今天，他们还留在中国，表示他选择中国嘛？他选择中国，你管他去死啊？你管你去死哦，是吧？所以这个不是理由，是你真正软弱的个性，甚至你想两边讨好，只有奴隶才会想。这个主人讨好一下，那个主人也讨好一下。我希望你们都喜欢我。规刚啊，然后喜欢人家喜欢你，你今天做努力很适合奴隶的天职，只有奴隶才会天天喜欢让人家喜欢你。我从来没有要让人家喜欢我的，好吧？我说过哈，自己志同道合的人自然会走在一起，对不对？难道你希望说跟你志不同道不合的人共匪啊，那些红统人会来喜欢我们吗？你希望他们喜欢你吗？笑死人了！我没有那么贱，你知道吗？我真没那么贱，好不好？好不好？对啊，还要提不在籍投票啊！你看这种就离谱的不在籍投票，我是很担心这个一个一个过嘞。不在籍投票。然后中配来洗人口，不在籍投票，在中国的台上全部投给共，因为那个信寄出来是已经被中国检查过嘛，所以所有的中国的台商一定全部投给中共要的人，加上中配的运作，再加上傅昆萁的中国人可以参选台湾总统，这不就串在一起了吗？各位有没有细思极恐啊？我帮你把它串出来，你有没有吓一跳？给他串赛，我不给你。我看到这个题目是给他串赛，因为他居然敢提。我们知道他很想提，但他居然敢提，表示什么？表示赖清德对我已经没有影响力了。本来我还想说，你要不是检察官派了好几个很厉害的检察官要去花莲查傅昆萁嘛？傅昆萁那段时间静悄悄嘛，对吧？要惊到这傅昆萁一段时间有惊到，所以有一段时间他是安静无声的。
基本上会跳出来的，他已经把你赖清德看扁了嘛。啊，这个人我给糟蹋了，我准备给扇了，伊打他的左脸，他要把右脸伸出来让我打啊，就这款人啊。所以这个人是没有不值得我们去支持他的。对啊，你可以骂我怎样？我支持他，我不支持他，我支持陈其迈不行啊？谁告诉你不行了？我又没有去支持郑义文，信不信？谁敢说我是红统派的？我只是觉得我们自家派出的将军在场上作战能力太差，我要换一个将军，就这样而已啊。我做人民的利的角度，就我派出的战将完全什么没有打过一场胜仗，我把他换下来，我换另外一个战将上场嘛。打仗的将军多的是，不差你一个，好不好？台湾现在可以选总统多的是，不差你赖清德一个。我还太美化赖清德啊！我广告来过来过美化赖清德。想到花1万就现金就有气掉，我嘛是为这个来气个，哎呦！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对赖清德有另外一个看法了。各位怎样嘛？大罢免之前我是100%支持他的嘛。写了大罢免之后，我就开始在考虑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做？你就算你是个政治白痴，你也不会这样做啊。何况你是从基层选上来的呢？你一辈子在政治里呢，你在政治里打滚一辈子了，你跟我讲你不懂，你相信吗？连我这个政治小白我都看懂的东西，你怎么看不懂呢？信不信？然后呢，身边一群他妈的牛鬼蛇神，身边的没有一个人发现这是有问题的。所以为什么我对他身边的人一直非常反感，就是这样啊。我对他身边一直看不起他们这些人，就是这样。不要说人家看得起你了，你自己做多少你自己清楚了。你做了我款，我明天马上跟你道歉了。你好好的做，照我们要求你的赶快去做，我明天就给你道歉了，对吧？问题是我不严格检验，你可以吗？你都已经快要把台湾给卖了，我再不检验，你可以吗？他就是一个女人口中的好人，对了，也只是老女人口中的好人，老女人都喜欢他这种人。就啊，足斯文的啦，哎呦，就刚刚好，足可怜的，规工人要诉苦，他很可怜，我们要挺他了。你哪来？你去挺一个奴隶干什么？奴才干什么？你不是要挺一个雄才大略的将军吗？你怎么会挺一个奴才呢？但是台湾在欧巴上哦，就喜欢这种人，要在新补，在加赛仔啦，好像天天在选女婿，你知道？这块的人我也加赛，我老实讲，赖清德当我的女婿，他还不够格，我还真看不上他，真的，我是看不上他。对啊，大罢免以后，我还是叫他先不要骂赖啊！因为我还在想说，看看嘛，真的他有那么糟吗？我只是想说，不会吧，他没有那么糟吧？我们再看看，结果你看，越看越离谱嘛。希望我现在骂他就已经不客气了哈，现在我骂他已经完全不客气了。现在抗议啊，现在抗议，哎，可以啦，我跟你讲。我们政党要发起活动，首先因为我们新的党524来的太少人了，我跟你讲，在发起这大型活动我已经没有信心了。我只能跟各位讲，我先老实跟各位讲，现在让我再发起大型活动我就没有信心了，因为524那天变成是我的粉丝见面会，我们发出几千封信邀请来的人，没有一个人来，所以呢，要让我再发起这种活动。目前为止我不敢，我不愿意了。花了那么多钱，结果来了什么？开200万，来200个，啊，一个1万，来一个1万块啊！我靠，太贵了吧，对不对？所以啦，台湾人如果不，我跟你讲，现在如果台湾人没有主动
主动要求的话，我不会去办这么大的活动，因为什么？我懂啊，你们又不停，我做那干嘛？你也没听过啊，我感觉让我懂，我有什么本事？人民不支持我也就是个屁而已啊，是不是？好、啊，郭喜也在骂、哦，我是没有在看郭喜的节目，我不知道。其实现在所有的政论我都没在看了，我已经不愿意再去看那些东西了，我不愿意再看那些东西了哈。郭喜也在骂赖清德，好吧？应该是的哈。后来打开龙来吗？现在是绿营在骂赖清德，蓝营不骂了，好不好？大家抗议去哦，到时候我发起一个要来200人，我不丢人现眼了。我讲啦，524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什么？受伤很重啦。真讲，我这款个性坚强，你知道吗？我不愿意被妥协，我才继续干下去了。否则我跟各位讲，我真的非常非常失望了。连自己的人都没出来，你想这嘛讲，我们自己的人出了个2-3千人，那我就认了哈。我们自己的人都没出来啊，你们来讲，是吧？你们都可以在家里不出来，然后我自己拼的半条命，我都拼成这样子，然后呢，你们怎么看我？我订阅户越来越少是不是来讲？所以讲有一个代志哈，哎，算了。对啊，台商在中国都被恶性竞争垮，我就拿我的例子嘛，我的洗手粉啊，我的洗手粉啊，最早的时候我们一箱批发22块人民币哦，批发一箱就100块台票哦，一开始哦，我要回来的时候，现在多少你知道？现在我批发，我是有品牌效应的，我批发8块嘛，我的竞争对手批发6块，一箱6块，我8块。我永远都有品牌效应，我永远都比人家贵三分之一嘛。我这样我都活不下去，我都不想干了。这个就是说，因为台湾人觉得说，哦，我那这排谈我白走。台湾人在中国做生意从来没有输过，我跟你讲，真正要做生意，我们绝对不会输中国人，因为我们的品质概念、我们的服务概念他们是没有的，我们从来没有输过。但是就是因为你把我卷成这个价格，我干嘛？你把我卷成这个价格，我干嘛要做？我觉得我没有那么贱啊！我讲讲我没有那么贱，好不好？跟你们赚那个什么3%、5%的利润，我是个高贵的人，我一定有我的一定的利润，我才要做的，就是这种经营嘛。就台湾人撤退，没有一个是失败出来的啦，都是因为什么？利润实在太差了，我不跟做啊你啊！没有人出来，真心都凉了。呵呵哎，好啦，时间到了啦，不要再讲这啦，已经讲了70分钟了，好不好？啊，别个讲啊臭生意，啊，放心啦，我这个人呢。抱怨一下就过了，你说这样就被打败，从容不做，你放心，我在中国都没投降，我回台湾是不会投降，你们继续打压我没关系啊，不管你是什么打压我好几股势力，我是知道了，那些势力从哪里来我都知道嘛，是吧？中国的小粉红有一股势力啦，民进党的什么王定宇系统有一股势力啦，赖中强他们那个系统有一股势力啦，就这几股势力就把你打得乱七八糟，还有郭大文的势力，还有郭大文一个。天天还在什么？还在脆上面骂我那个人很好笑，那个就是挺郭大文的，真的好奇怪，你知道？郭大文是你自己不爱做的，不是我给你赶走的，好不好？是我赶你走的吗？你自己跟我说你不干了，我才勉强撑起这个党啦。就人那下奇怪，你怎么那么奇怪哦？他又不敢跟我讲，就像以前那个什么，以及那个什么，那个是不说了。这些人哦，对我有意见，从来不敢打电话跟我讨论一下，从来没有一个敢跟我打电话。周威廉、郭大文对我那么恨从来不愿意打个电话跟我讲说我那下底下我们的兄弟，我们两个好好谈一下，不敢。
他们都不敢跟我打电话，然后在后面放风声啊、骂啦那种，玩这套阴的很厉害，我跟你讲。所以我跟你讲啦，如果真的是男人中的男人了，如果是我对谁不满意，我就一通电话过去了，还要利息，安怎什么经验？兄弟，到底是你对哪里不满，讲清楚啊！我如果对一个人不满，一定是这样的，我不会想说，哎呦，电话也不敢跟他打，也不敢跟他沟通一下啊，然后呢，明明都是你自己先弄我的，现在弄得一副好像你那心不啊，好像你是妈被欺负的一样的，笑死人了吧？这群人真的够可怜的，连男人的味道都没有，连人的气势都没有。你要跟我干，我跟你讲，真刀真枪来干，不要他妈老是躲在幕后搞那些东西，我看了够恶心的。好了，我来讲啊，给讲给手机哈，感谢各位，先到这里为止，谢谢各位，谢谢各位。